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智能电混四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观众朋友们，请看大屏幕。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7季，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智能电混四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很开心又一次在令人心动的 offer 跟大家见面，我是 offer 加油团的陈明，让我们欢迎我们身边的老朋友，欢迎徐志胜，欢迎王子琪，大家好，欢迎贺峻霖，大家好，欢迎杨超越，欢迎张全林老师，欢迎。上一周8位实习生水深火热，对，宣讲辩论，但是团魂已经燃起了，据说他们结束了就去吃火锅了。从这一期开始，难度全面升级，因为真实的要到新闻现场了，要到一线了，要到工作岗位了。8位实习生今天要以东方卫视工作人员的身份展开实战，参与到世界级的盛会，而且会在 SMG 的官方平台进行直播。这次直播将全面考核他们的应变能力、采访能力，甚至是整个栏目的主编串联的大局观的能力。究竟是什么课题？一起来看。哎呀，来了！我们今天第一个到，没人吗？没有人。上班啦！哎呦，陈总今天很阳光呀！早上好，早上好，嗨，早上好。刚一起来的。早上好。嗨。嗨，早上好。好。早上好，朋友们。Good morning。早上好。这个是不是你的资料？看一下好不好？Which one？上次要的书。哇哦，哇，你还想着？事事有回应。我天哪，太感动了！你不是说你获得了很多书吗？借我2本。你想看什么？万历15年嘛。我也看过。哦，哎，那个我好像还真有带。你想看吗？想。哎，你可以不用弄前面那个书皮，不用把前面那个书皮抠下来，你这么要拿着吧。只看一下你在看什么书，我感觉就是，哎，一边展示着下颌线一边。他已经完全走出来了。诗文就是出来的快。你小昨天不是睡挺早的吗？怎么那么困呢？几点睡的？因为11点睡的。哇，你真的很早，真的很早。跟你睡多早没有关系，上班就是会很困，是不是？谁上班不困呢？天哪！苏醒。给自己加油打气。早。
今天都休闲范儿吗？帅啊，白老师，真是。早。哟，这身挺帅啊。今天感觉有个上班的状态了。老师，您的领带非常洋气啊，今天。这个其实挺那个普通的。老师第一天面试了，你搁那一坐，摔我们一跟头。你看真放松了，开这个人跟老师开玩笑了。真是，老师，我第一天面试，我说哇，这个老师怎么这么帅？后来一搜，原来是我儿时的偶像。见到偶像都不认识。主要儿时看的时候都是套着铠甲的。走，我们去大会议室吧。集合。走。课题3这就出了，天塌了。又是新课题，直接来呀！第4天已经3个课题了哈。哎，今天的座位怎么有2位老师都坐到这头来了？张庆老师坐这儿，坐学生席。啊，我是学生，在陈晨老师面前我也是学生。哦，这么紧张吗？猜猜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什么？第3个课题。什么？第3个课题，他们说。我觉得应该是公开课。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主题呢，就是关于主持人的应变。哦，真是公开课哦。就是当我们坐在主播台上也好，站在司仪台上也好，一定会有很多我们意料之外的状况出现。你们能想到直播过程当中有哪些意外的情况？不一定是播新闻哈，任何一个场合当中，就不出声了话筒，然后导播台故障。之前有一次我主持一个机器人的活动，他本来是要上去跳舞，然后就正式开始他连路都不会走了，然后你就要打圆场，你说他可能是太紧张了，看到这么多人。哦，非常好，很棒的一个应对。不错不错。那我先来看一个视频啊，是我们同事的一个很早以前遇到的一个状况。同事都看向张了。我这个我一看那个小图我就知道是哪一次了呀。我们看看微博上大家对于这个公交 APP 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反馈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新闻声音，首先是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最新消息。主播没有憋住笑。他的信念感好强啊！那阵儿我也上夜线，还好那天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那个太高了，太高了。后来这件事之后，第2天我们所有的椅子全都换新的了。对，我记得，连我们的都换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就是我自己的工作，那么多年下来哈，就是我每次在上台之前都会紧张，因为我觉得当话筒交到你的手中。你走上台的那一刻，你不仅仅代表你自己，你也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你就是整场球当中你的队友一路带球带到你手上临门踢那一脚的一个人。就你手上不仅仅是一个话筒，甚至它是一个指挥棒，你要去呈现的是一个你的工作团队、你的导演团队熬了多少天的大夜，忙了几个月去呈现出来的一台作品。然后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我要去非常丝滑的能够补救它。所以我们说，有意外状况发生的时候，主持人需要去做一个补台的工作。接下来这段呢，我觉得在我看来是真的是封神片段，太厉害了。就是倪萍老师在1991年春晚上对着4张白纸读了4封贺信的那件事儿，你们都知道是吗？知道。还需要再看吗？再看一遍吧。我觉得真的太完美了，他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一封来自南沙群岛的电报，电文是这样的：虽然与首都北京远隔万里，但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精彩节目把我们同祖国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请允许我们通过你们向屏幕前的父老乡亲拜年。这是一封来自美国洛杉矶的电报，来自帕米尔高原的一封电报。我们是武警新疆边防总队塔什库尔干线边防大队的全体官兵。哇，这名字能念对，真是。在这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紧借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机会，向在千里之外的家乡父老和在异地生活的妻子儿女拜个年，向在此时此刻还继续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问个好。我们祝愿伟大的祖国人民幸福，国运昌盛。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了，好厉害，太厉害了！我的天，鸡皮疙瘩了。我觉得很多主持人这个时候一定会在思考，你还是能感受到思考的痕迹的，但他就丝滑到没有一点点思考的痕迹，脱口而出。就是所有你看到即兴的东西，不是你现场编，而是在你的数据库里面调用你的存储。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主持人平时的储备那么重要？因为你从来不要去指望你在某一个关键时刻会有一些从来没有在你脑子当中浮现过的东西，它可以顺手出来，没有的，就一定是一种调用。对。那接下来要说的是补台谱意外状况的台，还有就是要补嘉宾的台。嘉宾实际上是整场节目的灵魂，主持人是他的一个保底，对吧？然后最大的出彩应该是让那个光芒在嘉宾的身上露出来的，所以帮嘉宾补台是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OK， 好，我们看2段关于何老师的故事。哦，何老师，我们再一次请焦黄老师和蒋方舟为我们继续揭晓最后一位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有请2位。哦。我看过这段啊，这个我看过，这还没显现。好，这没有，我说谁啊？这我们除了有最高端的科技之外，我们也有最原始的手段。老师给您。幸亏。当年寡人演勾践的时候，何灵。大家别笑，大家别笑。那唐老师在10年前就管我叫何灵，他当然知道我叫何炅，但是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昵称，所以大家别误会，别误会啊。好主持人的样子，你看，是不是很聪明？就其实不然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啊他怎么把我的名字叫错了，而是我要去保护这个嘉宾，我要缓解现场的尴尬。随时随地想喝就喝。其实海泉的表现也很自然，就很可爱，大家也不会觉得说你说错了。你要再一遍吗？这句话得重念一下，毕竟是那么重要。来，随时随地，随时随地想喝就喝。梦辰，今天又刷到什么有趣的热搜呢？热搜呢？回了一个梗，然后这个有趣的热搜，他又玩一下这个梗。首先观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呢，海泉就没有那么尴尬了。哦。所以何老师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我觉得他很。
哦，老师，这边微辣、中辣、特辣。微辣是吗？那我要微辣的。张老师吃不了辣。我这个可划算了，这一下没花什么钱，请这么多人吃饭。太幸福了，太好吃了，这个好好吃。恭喜大家通过了第2关。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进度拉得好快，一下就2个了。我感觉会越来越难这个课题。不是越来越难，就是尽量让你们多体验各种不同形式的。就考的方面越来越全面。因为真的工作的时候都会接触到的。是的。老师，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当时去演那个《铠甲勇士》，他们刚问过我，对，就那个转型，您是怎么就是转过型来的？我当时还算是幸运的，就像那些良田说的，当时的机会确实很多，真的很多。10年上海开世博会，就有大量这种报道的需求。尤其是外语频道，一下就多了好多的节目，然后我恰好就专业对口，我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就各种形式节目一体验，做了2年。然后到新闻的领域。哎，新闻这个就是机缘巧合。哦。因为我2011年还是12年初的时候，我想做新闻，当时说不行，一定要科班的。那我觉得也很合理嘛，我就死了这条心了。结果到了12年底，他主动来找我说：“你愿不愿意来？”那不是王八看绿豆吗？对上眼儿了。那你为什么当时就是做着文艺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想做新闻啊？就天生的就觉得我对严肃的事情更感兴趣，我不喜欢搞娱乐。哦。完全没想到这个回答，一张如此帅气的脸，想搞一个特别严肃的事情，但观众们严肃不起来呀，看见你就心动了，又成心动的信号。其实我真的对这种娱乐的事情不太感兴趣。因为老师你平时不太追星这方面，从来没有过。上次我们俩不是主持那个科技节嘛，然后我不是现场有一个妹妹帮我拍照嘛，她回去发给我照片的时候，她说啊，跟你站在你旁边的那个老师他是，我说对他是，她是后来跟我说，她说她很想上去找你合照，但她不好意思，我说百哥可能只是看着比较高冷，你但凡给他搭一句话，他其实就好了。我们大学同班同学。有几个4年没敢跟我说过话，然后到毕业的时候，才跟我说了第1句话。感觉你长得太高冷了。但我觉得白老师看着也不高冷。可是他如果不笑，我要这给大家真实揭露一下白老师的状态。白老师咋了？他们说白老师不高冷，一点都不高冷，他们觉得白老师特别亲切、活泼、阳光开朗。西哥，你觉得呢？跟白老师不熟之前，我也觉得白老师挺高冷。对，主要是我们是看着白老师的节目长大的，《家有好男儿》。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时候，白老师已经是 superstar 巨星。你们就可以休息一会儿了。休息吧，休息吧。 Let's go。有新任务吗？有什么话想说？没事没事。扣题。同学们，10分钟以后大会室集合。好啊，有新的任务要布置给你们。我天哪，刚刚还沉浸在这大师课的精彩里边，说来就来了。哇，真的都不知道能不能喘口气儿吗？也不给个时间消化吗？这么快吗，老师？来的这么突然。来吧，同志们。好，新任务发布了。好兴奋啊！好激动啊！要去迎接新的挑战。这么快？来了来了！哎呦，哇塞，是课题3吗？是的，走吧。走吧。我的天！哇塞，太震撼了。感觉完了回去要消化一阵子呢。肯定。得给自己放个长假，我的妈！录1个月，消化半年。开会了。进度真的拉得好快啊！我今天要做一下这边，往这边做一下，看看哪边脸好看。
是不是幸福来得很突然？哇塞！对，好，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作为关心时日，这个紧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你们，谁能告诉我最近在上海举办的一场国际性盛会是什么？来了，国际性盛会了。哦，上海练博会，上海电影节。练博会是在上海吗？上海电影节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大会。哎呦呀，非常好。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哇，这个好大！哇，那人在里边会显得很渺小。人工智能。哦。噪音环境进行了这个优化，最低的延迟。经过临床验证，我们希望就是上海智慧其实是自动驾驶。这次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SMG 东方卫视会全程参与报道和很多的直播的工作。那么，你们接下来这个课题就跟报道这次大会紧密相关。这次大会呢，一共是有4个展区，这里是 H1馆，它叫做终端体验馆，这里面包括了具身智能、AIGC 的应用、文娱互动等等。右边 H2叫做行业应用馆，它里边包括了智能驾驶、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等内容。第3个馆稍微大一些，左边包括了机器人核心的科技，右边也有相关的内容。My God！这么大一个场地，根据这样的区域划分，台里决定把在看看新闻 APP 上4个小时的直播板块交给你们。玩真的，8个人4个板块，压力大的，直播哎。你们分成4个小组，然后选定其中的一个区域来作为你们的直播区域，每个组完成1个小时的带着观众逛展会的直播。哇，一组1小时，这场直播你们就是以一名真正的外景主持人的身份去参与，你们所做的工作和其他所有上海广播电视台相关栏目没有任何区别。是骡子是马，脚溜一溜啦。你们的家人、朋友，所有的观众都可以在看看新闻 APP 看到你们的直播，完全是一场实战。这个太狠了，直接来呀！好像之前还从来没有过，就是直播出去的这种考核，没有过。坐在我旁边的凯旋就参与了很多次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的直播。那么，请凯旋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之前参与过各种不同选题直播的一些经验和感受。我主要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踩过的坑，希望能给大家在这些小的坑上面避一下雷。首先，第一个就是直播平台，大家要关注一下，就是你了不了解这个客户端，你既要考虑观众的这个收看体验。作为一个新闻人的直播，它肯定是有主线内容的。那我们的主线内容和弹幕回复之间的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然后就是要配合我们的摄像老师。你不能让摄像老师说，哎，我们推进看一看，可是他推进了之后，你又突然间讲了一个很远的景，他又过不去，对不对？所以镜头的调度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就是我们的麦克风，因为这是我们吃饭的家伙。你在采访他，采访2分钟，你突然发现你根本没有给他夹麦克风，怎么办？最后一个也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之后会给大家分工，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其实角色就不再仅仅是主持人、主播的角色了，你要和你的小伙伴搭档了。但是这个分工怎么分工，以及你们俩之间在直播的时候怎么协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分工协作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哎呀，这听着就难呀。这个类型的直播是非常考验你们的综合能力的。你们要负担的角色不仅是一个外景主持人，你们还要考虑到摄像，考虑到走位，考虑到编排，方方面面，你还要照顾到你的嘉宾、你的受访者，你全都要考虑进去。第一是看你们提前准备的工作做得怎么样，第二就是现场随机应变，反应能力如何。那么明天直播开始的时间是明天。
这就是实战，永远没有自己挑的机会。因为这个展会只到后天就结束了，如果明天再不去，来不及了。明天直播开始的时间是中午12点半。哦。那么在此之前，你们今天到明天这段时间，可以先在网上去搜索，尽量多的去了解这次大会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明天上午9点钟，我们集合出发，一起去到展馆。9点到12点这3个小时会给你们实地去踩点，去探访，做预采，做其他一切的准备工作。12点半直播就正式开始了，我们会在屏幕前从头到尾看你们4个小时的直播，根据你们在直播过程当中的表现去进行评判，最终最出色的那组2个人会获得优胜，也有每人15分的积分。每人15分，现在还有3位是0分吧？关于直播的顺序，我们稍后会按照抽签来决定，抽到1的就是先播也先选展区，以此类推，选到4的那可能就没得选了，你就是最后一个播剩下的那个展区。有没有什么问题？任何相关的问题？选择展厅是明天早上才，明天中午到现场才选，开盲盒。对，天哪，那就是每个人准备的时候要准备4个展区的内容。现场场馆是否会有可以接受我们采访的人？这要你们自己去找。哇，2位同学出镜时长这些都不会计入考量，以你们2个一组呈现出来的效果作为评判标准。集体作战。专业性的场馆的介绍和术语，其实都由我们今天自己来搜索。所有的都是你们自己来准备。那我们就是其实要准备4个部分，取决于你们。如果抽到第1就应该可以。对，老实讲，第1是比较占便宜的，有优势的。抽签顺序决定了你们所要直播的区域有一定随机性。如果我没有选到我最想选那个区域，我怎么办？这个你们要提前给自己留好后路。妈呀！分组是这样，一会儿大家回到工位上，你们以发邮件的形式，把你想要合作的搭档名字发给冯林，成组的那个人他也把你的名字发给了冯林，那你们自然组队成功。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继续发。互发邮件啊，双向奔赴的，双盲选，直到你们2个人彼此心有灵犀，都互相发了对方的名字为止，才能最终决定4组如何分配。狼人杀，明白吗？不要沟通啊，在此之前不要沟通，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默契，好吧？还不能沟通。对，其实告诉你双盲哦。是，就是我还以为之前能对的，是我先你先我，然后咱们就搭档。你现在只能靠眼神。能对上眼神也是心有灵犀。好，没问题，我们就回到工位，准备发邮件。不要讨论啊，同学们。来啦！课题3发布了。课题3是4小时不间断直播世界级大会，报道的大会是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然后1整下午的时间，4人2分组。那这一次直播，他们是融媒体的全平台，应该是看新闻的这个直播，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的展会，而同时又是面对互联网。全林老师站在专业的角度来看，这次的难点在哪？太难了。就是我要是掌控这一次直播的总导演，我不会放8个新人4组去干这个直播的。是。直播主持人既要求流畅，又要求有内容，又要求专业性，对吧？然后容错率极低，直播主持人嘛。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就是3个熟悉里面，你最好都熟悉，就要不然你配合的团队你是熟悉的，我一个眼神，哎。你这个摄像就知道跟镜头，要不然呢，就这内容我特熟悉，专业性强。对，就是我张嘴就能来，然后空白了我也能说，对不对？就是内容我特熟悉，要不然呢，就是工作流程我特别熟悉，就是我大不了少说点，但我捋下来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但是你现在想一想，对于这8个人来说，这3件事情是不是都是不熟悉的？然后内容。2025年的人工智能大会，一大堆新的
东西、新的产品在涌现，又多又专业，然后这个工作流程就是大屏小屏一起播，又要播又要跟观众互动，3件事情都是不熟悉的。太难了，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替他们捏把汗。我觉得一点都不难。你觉得一点都不难？就我也不懂，像张老师刚刚说的1、2、3、4这些，我需要去掌控。假设你上了的话，你要怎么接？你现在就看这俩机器人正在打架了，你会聊点啥？稍等，来了，来了，摄像就位。不是，我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个3、2、1 ，Action！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我们现在看到1号展柜这2个机器人在打架，这个机器人姓杨。好，对。其实我觉得是向大家通过这个机器让大家看，是最关键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有的人来不了上海，这还直播去了，你看这是。哎，教你看个专业的。来，接下来我们镜头来到了张泉灵老师。3、2、1 ，Action！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边有2个机器人，他们已经准备上场。那这个机器人呢，来自A 公司，这个机器人呢来自 B 公司。别看他们的个头有差别，谁能赢真的不好说。来，我们现在先看一段，看一看谁的出拳更精准。因为这个出拳的精准，不仅需要它的视觉配合，同时也需要能够随时的应对 B 机器人的。B 机器人现在不再看对手，一直在看我。嗨 ，B 机器人，嗨。那你不参加比赛了吗？哦，他是招财猫公司。哇，太厉害了，张李老师，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专业人士，专业人士。俊林，你有很多的主持经历和主持经验。我想到了，就是当时主持了一个活动，然后他也是前一天晚上，然后才把那个台本，应该是给到，然后，就第2天就要。直播了，当时也是非常的紧张，也是直播，全程直播，全程直播，用一晚上背完之后，然后临时要上台之前的那几分钟，跑过来跟我说，那个小贺，我们有一个词儿要改一下，然后你要多加一段。当时在台下就一直默那个词儿，然后最后还是就是直接就。把它给流畅的背出来了，流畅的背出来。对，本次特别节目是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青年学生，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文艺频道听听 FM 各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以及来自北京市直机关单位、市广电局和市重点战区管委会的干部职工代表们共同参与。感谢你们用青春的声音托举起崇高的理想。那次真的也是运气好，但是真的特别的紧张，就是感觉说到最后一个字儿的时候，我自己在台上我都那个嘴角都，怎么还单边上扬？意味深长的微笑啊！哎，演员抢记自己的台词跟主持人抢记自己的串词，哪个速度会更快啊？我觉得可能不一样，但是至少就我们在第1期我跟志胜试的那个，我短时间内我记不下来了。是的啥？就一大段口播。哦，那个肯定不会让咱背的吧？就讲那个什么人脑专业性的那个。如果提词器坏了呢？那确实是。那确实你就得往下，我就遇上过，你播着播着提示器就黑了。啊？提示器黑了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脑袋黑了，是提示器的那个纸，就是早年间啊，它不是电子的提示器，然后那个纸呢也不在你手里，专门有个推稿员，你知道吗？就是早年间，然后我那会儿播那个早间。就是然后3点半上班，6点开始播，所以那个早间的推稿员推着他着了，你知道吗？然后呢，你本来觉得他只是慢了，你就编点话，你想总该动了吧？啊，不动了，然后你再一看，人睡着了。这依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他把1号纸粘到了3号纸的后面，2号纸不见了，所以你正特顺畅的说着话呢，然后发现下一段话跟这段话接不上，填空题啊，那怎么办？接着往下编啊！啊，我的妈呀！编完了，然后直到跟那个对上，关键是你看到那个画面，就是这个人也在找，对吧？他突然发现你说的话跟他
推的词儿对不上，然后所以你就看那个纸在你面前。那你换一个那种地址。对，后来就必须拿到自己手里自己推啊，至少自己睡不着，对吧？哦，现在很多提词器的那个进度开关在自己手上。对，但是电子的你就是危险，物理的你更安全。哦。我刚才一开始没弄明白为什么陈晨老师会搞一个，就是突发情况的一个大师课在前面。后来我现在理解了，这4个小时得遇到多少突发情况？太多了。所以孩子们真的得做好点心理准备，看他们应对的到底怎么样。当然，他们在正式进入到现场之前，他们还会面临着分组和备战的挑战。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双向奔赴的旅程，谁跟谁能够配对成功，而且他们将怎么利用如此短的时间完成最高效的备战。一起来看。来吧，百事蓝宝，哎，人工智能大会是你的主场，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那不如从我的故事讲起吧。我是由一群充满渴望能量的工程师们创造出来的，他们喂给了我无数的视频、文字、音乐，教我如何理解人类的情绪。现在，我不仅掌握了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构建能力，还能通过技术进行创意发散。本质上来说，驱动我不断进化的是人类对拓展认知边界的渴望与好奇。我之前觉得这机器人啊都是冷冰冰的，但是我发现好像 AI 也是像你一样非常的温暖。那我明天就要去做这个现场报道了，你可不可以给我加油？如果你想了解人工智能，最重要的不是技术原理，而是你想用它实现什么。渴望就可能，这是人也是 AI 最迷人的地方。来评百事，预祝你在 AI 大会上大放异彩。谢谢蓝宝的加油，我也会好好表现。每个人发邮件的时候一定要说你是谁，然后你要选谁。好。太讨厌了，这分组方式。哦，王韵玲选了庞征啊，王韵玲选了庞。王玉也是庞征。庞征应该是这里面最抢手的对象。就看庞征选谁。庞征选了谁？庞征选了他吗？还没做决定啊。如果他俩强强搭档，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我觉得庞征可能会选李雨佳。雨佳，哎，庞征跟雨佳就是黄金搭档。其实也挺搭的，我觉得他有可能会选王玉。玉哥，王玉哥，他毕竟有这个专业知识背景。数字人文，剑桥的数字人文硕士。现在庞征的分是最高的，对，他是20分，别的人是10分。哎呀，他回头看了，哎。哎，庞征最后给了谁？给了谁？哦，庞征选张诗文。庞征选张诗文。张诗文，哇哦，强组合，强联手，而且稳，诗文稳。第2名。1、4强联合，但那人家没选他呢。哎呦，对呀，诗文没选庞征，这个就张诗文身上还是会有一种让人觉得比较可信赖的稳重感。对，因为他总会有顶层设计，他会在做一件事之前把脑子所有东西大概需要做什么想好，然后再去分步去实施。哎。子泰选谁？子泰必选诗文，必选诗文。
啊，黄成朗也选张诗文。黄成朗也选张诗文。哎呦，都是张诗文。林蔚选了张诗文。哇塞，这么抢手，这么抢手吗？雨佳选谁呢？张诗文。哇，你厉害呀！好着急。雨佳选了张诗文。我张诗文好热门啊！现在就看他选谁。因为他新闻属性表现的太强了。对。其实他选谁就决定出了第一组是谁。对。刷新一下，刷新一下，刷新一下。集体吃瓜，不，我们俩在这明着吃瓜，真真在那边等得很着急，还不来找我。你看，全世界人吃瓜的表情都是一样的。诗文也纠结了。哎，朋友，发邮件有 deadline 吗？干什么？发邮件有截止日期吗？我不知道。张诗文现在一边是雨佳，她的好友闺蜜，一边是子泰。我们俩是一个班头，对，同班同学，对。那就这样吧，再准备就曲终人散了。庞征也选了他，但他不知道。我们整个框架逻辑是层层递进的，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它的选题新，它的逻辑轻，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它做好。所以，诗文最后选了。来。哦，选了谁？来。诗文选了谁？第一对出来了。第一轮互选只有一组组队成功。谁呀？张诗文和谁？子泰。雨佳。庞征、张诗文，庞征、张诗文。果然是双强。两个队长。庞征、张诗文。有没有？像白兔一样，哦，眼神杀。这么有默契的吗？看我昨天说的话，就刚刚好。我就昨天想着说一次，说一句。下次有机会跟你合作，好不好？我特别想跟你合作。哎，我也挺想的。很稳，是这样。哦，头一天吃饭的时候。哦。我们的感觉就是两个人希望把这一次第一拿到，分整体抬高之后和别人和其他拉开差距。第一轮成功，两个人可以开始准备了。又强又快啊，对，又稳。这强强联合的，这其他人就纠结了。哎呀，子泰失落了。哎呀，雨佳真的，雨佳。子泰会选贺峻霖。子泰选的林蔚。哦，程朗也选了林蔚。又是杨林伟。程朗选杨，也选杨。哎呀，谁能想到？难啊！哦，选了李雨佳，
他俩不会直接就组队成功了吧？很有可能，很有可能。现在就看雨佳了，雨佳要发了，选了谁？雨佳选了0位。雨佳选谁？好，成了。哎呀，第2轮配对成功。第2轮组队结果是李雨佳。雨佳和0位如果组队的话，这一组也是挺强的。李雨佳、王玉。啊，玉哥。李雨佳、王玉。未完成组队的实习生继续发邮件。哎呀，子泰心真是一下荡到谷底。哎呀，我深深为剩下4位朋友担忧啊。你说走吧。怎么去那边？你把坑给占了。占坑是不是？哎呀，你为啥选我呀？其实我选你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你前几轮表现，我觉得是非常亮眼的，而且我觉得你的即兴组织能力很强。我不是第一次就跟你说吗？我说咱俩性格很不一样，所以我就挺想跟你合作一次的。本来你就是我想选的人。哦，真的吗？对，感谢你支持。我觉得你的能力是被所有人看到的，所以我觉得你不必担心，我非常的有信心，这个课题拿分。这一对其实也厉害，当然厉害了。一个是王玉，他有专业知识积淀，雨佳又有表达的这种优势。怎么办啊？这是谁想出来的选搭档的办法？心里是真的慌了。别忧伤，0位，刚才有3个人选了你。剩下的4个都不是对方的首选。对。好，冯程朗选了运营。程朗选了运林，运林选了0位。子泰选了0位。0位会选择。来，他选了谁？第3轮互选结果，我选了子泰，还是运林呢？杨林卫、侯子泰。子泰。哦，因为他们可能之前小组有熟悉度。对。最后剩下2位，冯程朗和王韵玲自动配对。哦，其实这个是在测试你认为你的长项跟你的搭档的长项。是的。我最后1轮选择了你。啊，你最后选择我。对。挺好的，挺好的。虽然我不是你的第一选择，你也不是我的第一选择。没听着是吗？我们要快速构建一下队友情，虽然这不是彼此的第一选择，但还是要赶快。你第2轮选了谁？第2轮你啊。哦，你第2轮选了我吗？对啊。然后你3轮还选了我。对啊。哇，必须！那我很开心。对啊。俩人这个好幽默呀。对不起弟弟，我第3轮再选了你。0位跟子泰，
两个人第一句话聊天很像就相亲节目之后，我也不是你的第一选择，你也不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是我们在一起了，那还是缘分呐。你们需要来抽一下明天的展区和直播的顺序。出现了，哎呦，这个关键，这个超关键。每组选派一个那个有锦鲤体质的。锦鲤体质。我去了啊！我要把这次把命运一定要照在自己的手里。传给你，呼，传给你。去，加油！加油！相信你。来吧，一起来吧！4个组，快！这个只要抽到第一，真的巨大优势。颤抖的手。哇哦！第一吗？第一个。因为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恭喜！也不错。第3组，我们是4。最后一个可以，我觉得可以。他们还第4组啊！第4组，哇，麻绳专挑细处断呀。阿弥传和苦命人啊！对呀，我觉得你第4挺好的，我们有时间可以准备。对，我们可以更多的熟悉。至少有3个小时可以准备。走，在这。米饭。走！来，我们去那里准备吧。所以你们的准备时间是最长的。那我们能不能他们弄的时候我们去逛一逛？当然可以，随你们。可以是吗？随你们干嘛？他们多了3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就等于，而且又多了3场的经验，而且可以看前面的。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但是他们悲哀的是在于他们必须准备4个方向，这个压力大。老师，那我们去准备。好，去吧。那个明天早上9点钟出发啊。好。打开思路。我们去那个吃饭那个地方。是啥的吧？我们吃饭那个地方比较好了。天哪！没想到，因为我一开始，我是真的就是觉得，这个题材太难了，它1天之内你不可能说准备一些理论性很强的东西。没问题，我觉得我们只要把资料搜得够全。可以。我觉得现在太乱了，我心里。怎么样？有没有想法，朋友？没有想法，一点没有，毫无头绪。我现在也没有太多想法，因为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选题还没开始了解嘛。这个太考积淀了，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AI 这个领域非常细分，里面那些专有名词、那些技术路径、学科观点，它怎么展开呀？我个人感觉啊，我就总结下来，这个东西难就难在是一个整体能力的考量。就第一，你作为主持人的一个能力，你语言表达，你在现场怎么更好的带别人去做展示，把所有东西都串联起来，这是一个能力。第二个，做记者的这种突破能力，单点突破的能力。到一个新闻现场之后，你能不能找到好的点？找到好点之后，你能不能联系到这个人？联系到这个人之后，人家愿不愿意说？你沟通能力怎么样？宣传现场那么多观众的情况，你能不能进得去？比别人抢得先机，这个很难的一件事儿。对。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主编的能力，还不是编辑的能力。主编要负责把控整个版面，每一段落我讲什么，我到底总体是一个什么主题，用哪几个关键词或者哪几个板块，把它整体给它呈现出来。我觉得对于业务能力要求是非常强的一件事。尤其是最后这一点，而且我很想看他们每组2个人是怎么分工的。对，这个分工也挺有讲究的。对，就是他们是2个人同时出镜，还是一个人先出，还是你负责几个摊，还是谁先谁后？我觉得对时间的利用、资源的利用都挺讲究的。这确实太难了，在这个环节上这个考核啊。2个人同时，我感觉更难啊。更难，因为它还有一个搭配配合。让他们怎么商量这事儿？你觉得是同时2个人出镜，还是一个人单独出镜会比较好？我觉得一个人，因为它本身直播是很有互动性的嘛。其实你作为你第2视角，你去跟大家互动，其实最好。就是我的想法是要体现出这个节目为什么非得是我们2个来主持，而不能是别人。一个是我们个人的主持风格，一个是我觉得最后的10分钟或者几分钟，我们2个要同时在屏幕里出现。这个思路是不是也是好的？这个确实可以。
就是我们两个最后带领大家有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欢快，也比较互动性的结尾。我也觉得是。我觉得互动性跟体验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摄像机去带着电视机前的屏幕的观众朋友们去设身处地的体验每一项项目带给他们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擅不擅长做就是那种现场的体验类型的那种。通过你的表情、你的情绪，把这个内容很直观的传递给观众。你觉得你这方面？我就担心我说的太沉了、太稳了，以至于它的生动性没有办法特别好的展现出来。嗨起来，宇哥。生动性其实不靠说的，现场永远比你说的更生动，对吧？对，但是我是觉得你能展现出来。对，因为我知道我可能比较擅长这方面，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尝试。我肯定会，我可以尝试，我肯定我愿意尝试，但是我毕竟是一个我知道竞争，我是怕拖你后。不会，我觉得就咱俩既然在一个组，我们就发挥各自的优势，然后共同把这个东西弄好嘛。你先看内容。但雨佳也许会把玉哥激发出来，因为雨佳是特别直给、青春的那种，特别阳光，有什么说什么。那出镜方式，你是觉得我们两个一起出镜？我觉得一起的话，第一安心一点，第一安心一点，第二就是不用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叭说很累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两个同时出镜，那谁去联系采访嘉宾呢？直接问的话，其实会尴尬吗？比如说直接问说，哎，我想问一下，我刚刚看到您体验了这个项目，您觉得你有什么想法？根据我就是这种经验，就很我觉得大部分人他们看到这个镜头，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说他们不要采访。哎呦，现场抓不一定同意。对，真不一定同意，就不一定配合，然后也不一定能高效率的出东西。不，我们可以在直播我们游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观察那些人躲镜头。如果想躲镜头的话，他看到镜头第一眼，他可能就会走开。但这样子，我们两个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思可能没有办法顾那么全吧。有可能他就是好奇，但他并不想出镜。明白。哎呦，不行，我觉得还是冒险的。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可以再商量，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直播我们肯定是要准备好一些资料，但是我觉得很多都是明天见了情况详细确定的。我其实突然想了一下，我们4位导师，从臧希老师和柏学老师的角度来看，他肯定还是希望这1个小时的直播，他能收获一些有效内容的。不，他要收获的话，前3个小时就能够收获完了。他如果前3个小时都在接收很大的信息量的话，那我们最后1个小时，我们还是要给情绪价值。是的，就是我们的感受，就是快乐、轻松，对，2只快乐小狗，对，去玩的那种感觉。是，就虽然这个玩意是个高科技，但是我们带着大家来玩，搞奇招，也许有奇效。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跟观众互动一下，比如说，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哇，我们就可以 Q 一下影视老师，哇 Q 哇那个东西好像哇好有趣，怎么样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就比如说，就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有飞机什么的，然后你或者我们就跑过去。假装合照，我说给你拍照，对，就那种。可以，对，就是这样子，就很有活力，整个要轻松。我们开场要不要这样？就是2个人背靠背，这样出来，然后开始做自我介绍。我觉得我们的肢体动作可以打，就比如说 “Hello， 大家好”，就这种感觉。Hello， 大家好，就这种感觉。可以，哒，耶！这样你觉得这样状态是 OK 的，是吗？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好的，挺好的。我们还是很有默契的呀。对。你想想，我们没有互选中过哎，这个表情。对呀。而且有你在，我会觉得安心很多。比如说像现在一样。有你在，我也很安心，就像现在一样。说实话。真的。好，我相信你。希望明天我们也安心一点。哎，我想听听他们怎么准备的这一组。你之前搞过吗？这种的？这个我展会参加过，但我有关人工智能的我没有参加过。那好玩了，我2024年新华社北京国际车展的出镜记者，2个半小时，也是一镜到底。然后2023年世界机器人大会
的编导。哦，那就好办了，那好办了。这个太重要了，机器人大会的编导。还有2023年服贸会的出镜记者，就是每天在跟这些东西打交道。稳了，我上，稳了，太稳了。我刚刚其实在想了一下，因为它不是一个两人的过程吗？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必须都要出镜，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在配合上会有从一个展台走到另一个展台吗？我们可以有的时候是双人，需要去互动的环节的时候，我们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人去提前做沟通、踩点。这个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我觉得咱们一定是要有单人的，要有双人的。对，哇，他们还默契上，太快了。这样的话，我感觉有2点咱们很容易能达成共识。第一个就是，既然你觉得你对人工智能领域可能没那么了解，而刚巧我感觉我是有这一块知识体系的，然后这样的话，就你可以以一个行外人的视角去看到一个东西。我们需要这种区分开的视角。普通观众加业内人士。第二个就是，比如稍微复杂点的，可能一个人在这呈现，另外一个人就是把幕后的兜底的工作都做了。对，这样的话，在知识面上我们能区分开。然后在类型上我们能配合得了，然后如果出现各种问题，一个人可以给另一个人兜底。如果有高光戏的话，2个人就可以一起出现在镜头里，一起打配合。我感觉还是有信心的。我觉得有点太顺利了，我们聊到现在。哎呀，你这个眼神。庞征满脸写着我选对人了，能力都很强，但是性格不同的这种结合在一块儿就很容易。诗文是主导性，庞征是正好配合性。对，庞征眼神、情绪价值。对，庞征这个跟谁都能搭在一起，适配度超高。对。哎呦，阿泰，这次时间好紧张。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我都会派出我的提效神器——扫描全能盲。哦，这个又高清又专业的一个神器。不仅是这样，而且它还可以高效的整理信息，扫描文字和图片之后，还可以直接输出 PDF 文档，还可以快速的添加备注，效率还蛮高的。现场还有扫描黑科技的展区，我们可以去搜集一些资料。好呀，我们现场去看看。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姿态又要开始搞笑了。你觉得我有亲和力吗？你有呀。真的假的？真的呀。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最喜欢你的一点就是你身上有着极强的亲和力。天哪，这个时候就开始，大家就要开始不，翻译过来就叫观众缘儿。有一个抿嘴自信的那个。对，那种感觉自己很帅。Do you get it? Do you get it? Yeah. 不只是观众缘，别人会有跟我们交流的欲望啊。对，就是我们会让别人可能感觉没有那么紧张，所以我们在现场要多互动。对，同意。哦，原来在说这事儿呢，是在备战呢。所以，我们接下来该干嘛呢？接下来就是这样子的。一组就是你抽1的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你今天就可以要选定你到底要选哪个。对，其实我们就我们2个选就好了。然后我们选完，我们今天到明天中午的时间，全部就来准备这一个曲，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对，就选人机互动性强的，然后有趣的，然后可展示的内容丰富的，更好玩一点的。然后我想的就是我们俩的一个呈现方式，肯定会有一个开场，我觉得最抓人眼球的一个景开始，然后接下来我是建议我们就分一些单人的段，然后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再合到一起，或者中间有一些小的那种2个人的互动，跟嘉宾去聊天什么，你觉得怎么样？可以。OK。子泰他跟诗文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很搭，现在他跟林薇在一起又感觉很搭，子泰百搭，子泰百搭。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智能时代同球共济，这次的面积是首次突破7万平方米，吸引了800余家企业参展。哎，这个点，今年在展会现场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几乎随处可见具身智能。我已经列了几个了，然后一个灵巧手。就是叫 Linker Hand， 它是可以就是抓东西啊、捏东西的。还有叫 Maya 的3B 护理机器人，这个护理就是机器人按摩师，给你按摩，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这个很有趣，而且老百姓们很关注。这个可以。他们现在对具身比较感兴趣，然后他们在搜具身，当然好互动啊。这几个都是在一个馆部。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先筛是不是？现在就是
最好的办法就是摇人在现场，他现在就在是最好的。我们摇一下。行，看一下。哎，我联系到一个人，但是我得再问一下，他是在论坛还是在展厅？子泰的人脉特别广，在荔枝的时候也是联系到了2个很专业的朋友。对，哎，兄弟，就是你对那个展厅了解吗？我正在这玩呢，我还挺开心玩的。哦，你正在展厅玩，我太感谢你了。那个，那您能不能就是一会儿你玩到好玩的东西，你给我拍个视频？行，那你就帮我拍一下，谢谢。联系到谁了？我怎么感觉那个人也像我同学啊？刚才说话那个，是吗？我正在这玩呢。我正在这玩呢，带点口音。喂，Hello。哎，你好。你好，我是这边想了解一下，您今天是有去展馆吗？我是明天早上的。哦，明白。然后明天是您出镜吗？然后我这边已经敲定一个嘉宾了。哇，这执行力。如果能再喊一个，反正就可以多问几个吧。哎，姐您好。喂。哎，姐您好。Hello。俩人干起来客服了。哎呀，我内心有点偏向机器人。我也是偏向机器人，如果遇到机器人就好了。哎呦，也是巨深。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刚理了一下这个表格出来，我们可以发起一个，比如说机器人陪我过一天，就打开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主题。想到一起了，我完全赞同这个想法。我刚才你看我刚才这么写的：生活场景、空间、24小时时间、时空之间虚拟的幻象被人工智能具象为现实，我们就可以沿着这样的一个主线来走。哇，他们真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那个脉络，然后一步一步的来的，结构化。而且他俩能够匹配上，对，这个效率就高了。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如果让你用英语简单的跟别人采访，你 OK 吗 ？OK。那我觉得我们有个点，就是我们可以，我知道，就找几个外国人，毕竟它是一个市。对。哇，他终于想起来用英语了。对呀，国际视角。前面的同学一定是有非常优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眼前一亮的感觉。那明天我们穿搭上也要穿的颜色要像一点，我觉得。好。我们要考虑到，如果说现场任务能让我们采访的人，我们该怎么撑下来？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加一个和专家逛展区的部分？可以，非常好。我们一定要最大的能力吸引住观众的目光。我们的主线就是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智能终端展区的实际应用。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是想开头和结尾。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琳琅满目组合。人工智能在以下哪个垂类方面你最信任？可以，这个可以吧？咱们就把这个线条捋顺。就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底本，上点深度的东西，就是落点落到人，以人为本。中间一度我感觉都可以直接投票了，就他们2个队长组，这俩人太可怕了，效率太高了。真不一定，真不一定吗？真不一定，因为其实现场的魅力就在于现场有特别多你意料不到的事情，所以你前面准备的结构越严密，你到现场遇到的挑战越大。没有尊重流动性。对，就是说子琪如果去，一定是最佳直播主持人，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视角，就是我就带你逛逛，我感兴趣啥，估计也是你感兴趣的吧，对吧？就这其实是一que特别好的观众的嘴替。弹幕老爷要看哪儿啊？我带你们去。对，弹幕老爷说去哪儿？我们去下一个展厅逛逛。对。但思文跟庞征确实带给人的那种压迫感是很强的哈。庞征思文他们叫分文必争，怎么样？叫 CP 名了。CP 名，分文必争。哦，是这样的哈。哎，如果智胜你在现场，像刚才几位的话，你要是要选搭档，你会优先选谁？我想选李卫。这什么李卫？选搭档，工作搭档。对呀，那不然选什么呀？那不然选什么？你会选林卫呢？
怎么在你那儿林蔚已经超过周也了吗？没有吗？不能吧？这个事儿你都知道呀，哥哥。这能不知道？这了解的有点多，感觉。哥哥，你功课做的太多了。我还用做功课吗？往我这咔咔推，我这。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也。哎呦，这个就是周也吗？徐志胜，这个就是周也吗？徐志胜，周也没来之前，天天听人念叨你的名字，你知道吗？你说说看，你会选谁？选周也。选搭档的话，我可能会选雨佳吧。你要选雨佳？为什么？因为我发现雨佳是一个很青春、很阳光，然后也在很活泼的一个人。我觉得在现场，他那种跟人的那种交流感和亲近感，以及他带来的那种活力，就特别适合在那种大会上来展示，来作为一个出行记者。因为那个会上我感觉就人会很多，就是很端正的在那里的话，我害怕会显得跟着整个的会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我担心哈，我这不专业。林蔚也青春，也有活力啊。对呀，林蔚这笑容多甜啊。对啊。林蔚当然也很好了。那人家不愿意跟你组队呢。哦。但我不会选杨超越。我才不要跟徐志拜一组呢，听着就不好。志拜，杨落后。要你超越。但我觉得志胜刚才说的理由还蛮充分的，就是雨佳她的那整个气质风格呀，然后那种外向、张力、甜美，确实很像周也。对，哎，什么呀？所以这个选择理由非常充分。俊林如果在现场的话，你肯定会选子泰。你抛开室友身份，你认真讲，如果是真的做直播的话，你会选谁？哇，真的做直播的话，哇，好难选啊！其实真的感觉。我其实觉得，如果要按照这个专业上来说的话，真的，那个林蔚老师还真的还挺专业的，因为他还有经济学的这个背景，可能有学科背景，对，有学科背景，然后有这个留学的经验，然后可能在这种世界性的大会上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如果碰到外国专家的话，无缝衔接的采访就能跟上了。这个时候双语在世界级大会上确实是有优势。几位在选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选搭档可能有哪几个要考量的部分，或者最终会促使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今天其实场上也有很多有做过主持人的工作，或者有做过嘉宾主持的工作。在我们平时的真实的工作实践当中，我们选搭档是怎么选的？有没有一两个就是你心目中最理想的那种完美搭档？全林老师有吗？如果您真的要出去做一个采访，像这样的直播环境，我的真实的工作状况是我从来不选搭档。单兵作战。我可以接受跟任何人搭档，但我从不选择搭档。为啥呢？你自己如果有选人的话，那不是会更？就是因为其实直播是一个最终不是由2个主持人呈现的节目，它是由整个直播团队呈现的节目。然后你作为主持人来说，其实你已经有很高的话语权了，你还选搭档。那么导演的创作度在哪儿？摄像的创作度在哪儿？他们认为谁是更适合这个节目的？从他们的角度会怎么看？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是不选搭档的，我只等着被分配搭档。百搭就是我历史上唯一选过的搭档是只有撒贝宁。我上大学的时候拍电视剧，我是女主角，我选的男主角就是撒贝宁。演员搭档。我们在北大的时候拍过一个电视剧，对。其实也没关系，每个假期我们都可以横穿整个美国，也挺浪漫的。哎，怎么就我一个人说话？你怎么不说话？让蛋糕给噎住了呀？所以您跟撒老师有过感情戏？对，不巧是有的。然后我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个矮，我不用垫苹果线。按这个逻辑，子琪再也无法被选上当男主角，这么大高个。我可以垫苹果线。OK 了，他们刚才各自已经这个配对已经就绪了，接下来直播前的踩点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们要看一看基本的路线、基本的结构，包括现场的情况跟他们的预设是不是有差别。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直播踩点过程当中有哪些趣事发生，一起来看。
哦，8点。好早。我8点就来了，挺早。华为用中国芯片支撑了上亿的模型运转。天哪，已经有词儿了。我已经开始准备装法了。可以进吗？魏魏老师，我们的稿子。OK。我问的一样，只是措辞不一样。然后深度就落点。工位我们通知了啊。好，来了。你还好吗？还好。我今天早上我实在起不来，你们叫了我2遍，我当时我就说好，没事。朋友们，我带了西瓜霜和补妆的东西，你们如果开播前需要的话，可以来找我拿。这是干粮。谢谢师姐。哇，这也太好了。我再提醒一下大家，所有要带上的东西，你们自己可能会用到的稿子、纸、笔，你自己单独准备的道具，再想想还差什么。那个记分板要不要拿一下？带着吧。OK， 准备好了跟我走吧。好，走了，走吧，朋友们。开始压力山大了。稳稳的，放心吧。快点儿，说几分？我跟你说，出去在外面时间一定要有概念。他东西拿完了没有啊？怎么？就这个事情，我们平时我跟凯旋我们可以听和，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在外面一定要有时间观念，特别是在直播的时候。东西都带齐了，你啥都不拿，就拿你的吃的。啥都不拿就拿吃的。不是在里面装着。不好意思，误会你了。下去吧。又0克10 EMP。其实跟你们俩分到一起，我还挺开心的，是吗？我觉得有种特别的缘分。小冯弟弟和玉玲妹妹，这正好是我的名字拆开来。对，我们就不要叫琳琅满目了，我们叫冯琳组合。冯琳组合呀。琳琅满目这个名字取得挺好的，我看你们衣服也搭配过了，是不是商量过的？对，昨天有 OOTD 一下，蛮好。这小黄鸭组合。我想在车上稍微缓一下，家人们，完了。感觉需要靠车上这点时间松弛一下，幸好这车坐的还比较舒服。太早了，8点肯定都睡。一晚上准备这么多专业内容，对，基本上没怎么睡，我感觉。你们已经找好嘉宾了。王玉。我昨天找这个嘉宾，我快疯了。他买了黄牛票啊，才买进来的。整个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全爆满。买不到1点票，对，2手平台炒到1000多块钱，然后就费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哇，那你很棒哎！我觉得这么短时间内既能找到人，又能搞定票，真的太厉害了，太强了。事宜支持，很棒。但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购买黄牛票，去正规途径购买票。好，你做的对。我们到喽。天哪！哇，7万平！哇，这个好大！哇，我已经觉得很大了，好多人啊！哇，好多人！我来，中，走吧。来，我们先汇合一下，来这里集合。然后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进口嘛，然后进口之后，我们正对着左手边就是 H1，然后右手边就是 H2了，这是1楼。踩点。然后上电梯2楼就是 H3。哇，人如此之多，这直播难度太大了。是，这走位就，妈呀！你能不能在定点的时间能到，这个就巨大要求。H3比较大，所以到时候会分为左右。3个小时我感觉都看不完。对，说实话，就是分布到不同的展馆，对于他们的表现的难易程度还是有挺大的差别的。然后比如说 H3是机器人灵巧手，就是全是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天生的就是让人很想看，对吧？现在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格斗大赛啊，机器人马拉松啊，机器人上春晚啊，它就是一个播放量很高的东西。然后 H2是智能驾驶智慧城市。其实智能驾驶智慧城市是还可以的，
H1好像应该是以大模型还有基础设施为主的吧？对，不太好展现。我觉得肯定最热闹的就显然是 H3。H3 好拍呀。然后从现在开始就是大家的准备时间了。好，先做功课，然后我们到一个时间点进行选择，然后你们就撒欢儿，自由开始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那我们就走了。好的，拜拜，师姐。好，拜拜，拜拜，拜拜。我们看一下他们往哪儿走。这个里边你最想做哪个？我也想做 H3呀，H3的左右两边其实他们都应该有很有意思的地方。可以，但是你像这种就是，选题先天的可能就比别人弱势一点。这样，我们先从，我觉得我们现在时间够，对，我们小赌一下。就人家不选 H3，我们就从 H3来开始做，做完以后我们再做 HR，H1我们不管了，对吧？对，我觉得这个思路你觉得 OK 吗？他们第3组对不对？第3组，那我觉得大概率可以这么赌一下。对他们大概率会落在那个就行业的，就人工智能与行业结合的那部分。我觉得可以，对吧？没问题。要不这样，我们先整体先逛完，然后记录一下，我们再回头看。也可以。对。H3是机器人吧？我觉得机器人很有可能会被选掉。我也觉得他们肯定会把机器人选走。那倒还不如明天到现场我再去看。是的，是的。先看 H3。走吧，有备无患。先上去吧，去找一下那个人，他要走了。其实如果我们想吸睛的话，我们就选那个人形机器人。哦，那就是 H3是吧？都是想选人形机器人。拳击那个就是语数科技，它在4，然后简长智能是可以给你做夏日饮品的，也在4。银河通用是机器人化身便利店员，也在4。H3右，那我们其实就定了，对吧？走。云深处。好，我们直接去2楼吧。我比较青睐的几个，一个是这个傅立叶，前提是我们能选着右边。对，我也喜欢这个傅立叶。就是如果要做工业的那个零售抓取类的话，就是银河通用，然后接下来语数就是博眼球的格斗、打拳。目标清晰。他们把 H3选完，所有人都没有去 HR。对，我们先去 HR 看看吧。走吧。他们压中了 HR，可以中了。我们应该是在旁边。那云深处这不在这儿吗？云深处，快，这边。你好，想问一下孟总是哪位？孟源是吗？您是哪里啊？我们是那个刚刚昨天联系过的上海电视台的，这个是您吗？我看他把不是这个，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您联系就好了。好呀。那我们就是大概12点。就给您踩一下点。昨天跟他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你们需要问什么内容呢？可以把内容先发给我们看看吗？因为我们是要不要接受采访，首先要看看内容的。不，我们的采访问题不会特别的刁钻啊，因为我们是想带领就是观众朋友们深度体验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大会的好玩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它的科普性不用特别强，主要是好玩。我们的产品众多不是好玩，我们产品更多是在行业的应用上。我知道，实用性上，对，就是实用性上进行一些了解。是这样的，因为你们是直播嘛，我还个人建议你，当然，我们把提纲练一下，对，提纲练一下，把问题列一下。好的。或者您现在可不可以就是对我们有一些亮点，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也可以。我们亮点就是因为这次我们的展会是搭了2个区域，一个是您看叫行业应用展示区，这个展示区里我们是真实还原了我们电力巡检的真实场景的，这是一个大亮点。其实您刚刚介绍这些就特别好。对，这个才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一个直播嘛，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一个一镜到底，就是一个镜头，不会特别复杂。好的，对。你们那个名字起的也很有诗意，云深处出自那个唐诗。对。我加你个微信好不好？好，谢谢啊，走吧。他们这组沟通的还是挺顺畅的。就是他这种确实亲和力特别强。对。还要找一下那个最重要的。语数是吧？语数找一下。就在旁边，语数。对，就在旁边。但语数太火爆了。天，走不成。语数人太多了，我的天，挤都挤不进去。这怎么弄啊？我们刚好有这个，我们伴随着这个音乐来跳一段舞，好不好？我觉得肯定最热闹的就显然是 H3，那 H3 他们的难度就是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语数的展台挤满了人，里3层外3层。是啊，我今天看拳击区域，全是人。
哎呦，这个直播难度太大了。这太火爆了。现在我跟他联系上了。语数吗？对，我跟语数联系上了。我，他可以给我们开绿车。我，语数也能联系上。可以的。嚯，林蔚真的人脉，哇塞，有东西，这个真的有东西。我。自己找到的吗？对，因为我们不是之前在金融工作嘛，然后这些上市公司都有，就是都会找老师认识一下这样子。哦哟，你看我说这个经济学背景还是，对呀。我们去联系一下吧。走，我们直接过去，因为我看到那工作人员在那儿。啊，你好，老师，是这里，我们是那个陈总推荐过来的。你听听，陈总都出来了。想跟咱们做一个直播，是你们进来自己介绍的。对对对，然后如果咱们有同事一起，那就太好了，就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对，1点半是有一个擂台赛，你们1点20过来就好了。明白明白，没问题。你们提前联系了几个啊？联系蛮多的。哇，可以。你好，我是这边的 PR，需要我支持吗？就是我们是昨天联系过的，然后我们12点半到1点半有一个直播。好的。我们一会儿来找您。谢谢，拜拜。谢谢。你好，我们是那个昌总推荐过来的。可以。哇，林蔚这太强了，昌总推荐过来的。哇。然后您有什么亮点想展示的吗？我们也可以记下来。加个微信呗。好嘞。名片。这个是我的名片，您会存。哦，你好。我们是李总推荐过来的。李总又来了。会先把我们的一个新闻通稿拿给您。太好了，太感谢了，谢谢。哦，你好，我们是林总推荐过来的。林总，你是林总的总啊。想做一个小的直播。会。对。傅立叶也敲定了。我的天哪！辛苦了，杨老师，感谢你的救急。全当人生体验。哦，还有嘉宾到了现场。还有嘉宾，你看，人嘉宾进来也没买黄牛票。我姐是人脉王。确实是人脉王，太广了。这个经济学这个背景真的太猛了。我感觉联系人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你知道吗？还要就是敲定啊，什么约定啊什么的。但这是核心能力啊，对，太厉害了。你到这么专业的展会，不能靠都自己懂吗？你不就得联系专业的人吗？这个太厉害了，林蔚太厉害了，我要选林蔚。我觉得开场和结束，我们还是设计一个开场的落点，还有结束的落点。如果对方选的也是 H3，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就是这边，我猜，我们就另一边好了。我们昨天理出来的思路不是从个人生活到工业效率到情感陪伴吗？然后是1天24小时为主题，对不对？然后第一个个人生活，其实我们就可以从国地中心，正好国地中心其实在整个场馆的中间，然后人也比较多。然后那个场馆也很大，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开场的话，机器相对来说好摆一点。这个方向结束之后，从个人生活不是要到工业生活场景吗？就是你要上班了，那就介入到一个机器的分拣，其实就是这里智源。因为智源的话，它就是有流水线的分解，然后它有一些这个拍出来也会好看。对，我觉得里面还可以插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养老。你的养老可以插在这里，健康监测和情感陪伴。他们的那个是有设计感的。那我们的策略是这样，我们先去到我们预设的第一个点，然后在第一个点的附近，如果我没有看到好的，我们直接用一张白纸给它记下来，然后我们从第一个点往外进行生发。但是我们的主线我们是不乱的，可以吗 ？OK， 那就这样，就是在框架和节奏布局上，我完全信任你。然后在每一个分支的内容和它的技术细节上，你可以信任我。好，走吧，走，干活。哎呀！这个也太猛了，这是双剑合璧呀！他俩对于这个整个全局的把控太清晰了。但是前面杨林蔚他们7总下天山，7总下天山，不好说谁强。先走的时候卡一下时间。哦，还卡时间吗？是得卡。国地在这儿。哎，老师您好，看新闻的。我们之前了解这边有一些什么拳击啊，还有什么爆米花的制作，就感觉互动性、趣味性，这个可视化都很明显。其实趣味性不强。趣味性不强。因为我们关注的可能不是一些商务的，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整个人形机器人的共性技术。
比如说数据。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数据是有效的数据？什么数据高质量数据？仿真合成数据跟真机数据是一个什么映射关系？这个是我们研究的。你讲的特别好，待会儿能不能就是也像我们这样，就是再交流一下，介绍一下，可以吗？哎呀，这个情绪价值给的，谈妥了。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加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踩点来加。哎，老师您好，看到你们这边就是打麻将这个题材，我觉得很新颖，很有趣。麻将机器人，这在成都的卖爆吧？然后到时候我们能不能在1点半到2点半这个区间过来拍一拍？可以的，没问题，我们记下。加一下那个联系方式。那我们加一下您联系方式。老师，就你了。很简单的，这是我们其实是串这整个馆，然后这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环节，因为我觉得情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你了，好不好？那我们要不排练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好，那是提前跟您联系啊。好。放轻松，老师，简单的很。庞征在就是人脉在啊，对，咱没人脉，现场挖人脉。现科，社交，临时社交。临时社交能力真的强。就是我们想要有一些好玩的、有趣的、可视化，像这种互动性强的，能不能帮我们推荐一下？这边他这边会有这个安排。好，谢谢。放轻松，没事的。你讲得很好，很轻松的，放心吧。好的。好，那我们到时候联系哈。好的，拜拜。拜拜。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同类型里面已经找到了相对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我们其实就不需要再去把同类型的都看完，对不对？有一个点是，你要找这个同类型里，一是最极致的，二是在操作方面最好的。就比如同样是摇操抓东西，如果你能操纵它抓东西，它的表现力相对来说比这个要强的。好，这个是我们可以简单的扫一眼。快11点喽。这个互动的话，路过的时候其实可以带一下。路过的时候带一下，因为反正咱们要往下走。OK， 我们再看一下这家吧。从画面上来说，这个更直观。这儿其实是有更多不规则的。哎，他俩真有经验。对，庞征3年直播，然后他又做了那么多的展会的一镜到底的直播，他们俩配合起来真的天衣无缝啊。数据采集，我们实现了一个全身的一个零延时的摇操。这个也是在业内是最高的一个水平，延时可以做到30毫秒以内。就是这一款，可以注意它一个细节，零延时意味着它不会因为把这儿摆到这儿，手没有及时放开而把这个那个积木给推倒，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把那种接触面非常小的立方体竖在这儿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讲一下，它可以链接到具体的细节，就是可以直接它放在工业上和医学上精准度是有可信任度的。你说对了。哇！旁边小哥插不上话，人家都笑了，人家专业人士都笑了。哎呦，小哥说您到咱们这儿来做工作介绍吧，这太棒了。这个明显相对来说就更集成，因为这个我们摆在这儿拍它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生活的场景，咱们最后的升华也可以用得到。哇，这两个真的强，太牛了。那边有王总、汤总，这边纯强啊！我天，还得是你。我觉得这个效果很好哎，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你想，而且它就是生活生产，你全方面它都给它包括进来了，就很多点能说。它直接解放的，就可以把家庭主妇从家庭里解放出来，让她去做更多有个人价值的串起来了。可以的，没问题的。然后待会儿我们上去之后，就把路线再走一遍，然后把负责人揪出来。然后把每一个点的分配搞清楚，把开场白结束语确定好，完事儿了。吃点东西补充体力，思路明确，目标清晰，没问题的。您说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南方电网公司，我们先去南方电网公司看一下。还有那个领克是吧？在这儿，我们等一会儿再来。我们先去南方电网沟通一下基建的人选，好吧？好。您好，我们是那个看看新闻平台的记者，然后我们下午会进行一个4个小时的直播。啊？对，然后在2点半到3点半，我们会主要在这个场馆跟大家进行采访互动。对，到时候我会来找您。我们可能想让观众去实际的感受一下。亲自的体验吗？就是先体验完了跟你。通过他的体验来让观众们知道我们本身的一些核心技术和核心亮点。对，这个可以啊，我可以先聊一下。没问题，好的，那这样我加您的微信。我加吧，因为我要来，这样更方便点。
我重点放在就是这个展区里面所有的有关于体验类的，然后你这部分可能交流、交谈、采访、可以提问，没问题。一开始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开场，然后可能比如说在播了10分钟、15分钟以后，我会开始想这些东西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我是想的是开场，在咱们这个场开场，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跟旁边那个机器人先有一个互动。实际生活现在是在一些展厅上做一些讲解，营业厅上。它就是可以跟着你走，然后跟着你问答和讲解和体验。我觉得这个不是基础设施，我们换一个。哦，不是，我得做引入，这个部分是我得理我的内容，对。瑜伽好可爱，我得引入，着急了。因为我也是通过一个讲解员的一个形式，所以我想开场就是以他来开场。谢谢您，谢谢您。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你讲，基建这块就说一个是吗？哎，腾讯展区好有意思呀！腾讯展区很好玩的。腾讯展区太棒了，很好玩的，里头有一个那个3D 的新的大模型发布，就是你一句话就能够变成一张那个动态你可漫游的图。哦，世界那个叫什么？世界图景生成。那个可视化多好啊！对，那拍出来多棒啊！然后话题延展度也好。对，就比如说你原来那些美术设计老师是不是就会失业了？就你好多话可以聊。我还想再找几个，就是像这种很具象化的体验的内容。那我们在3天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机场周围的场景的建模。哦，3天时间就可以。请问这个画上画的是什么东西？我不是让他解答具体的问题。明白。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内容？我觉得够了，这个展厅我们这几个点够了。我是想把这个展厅做的时间久一点。然后这边是我想体验一下。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吧，现在找智慧城市好不好？我是觉得还是扣制造。那制造可以，对，还是扣制造。他们思路好像有一点差别。而且我们要逛其他展区吗？我觉得其实 H1也应该逛一下。我们确定能选到 H2吗？如果说选不到呢，2个小时准备哪够啊？你先把制造定了。我的意思是你先去 H1确定展台。不，我觉得展台很好确定，因为它主题不一样。为什么很好确定呢？就是我们现在这儿去确定，对，我来这里，然后你们先弄。先去吧，赶紧去，朋友们。俩人要吵起来，俩人。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是那个东方卫视那个看新客户端的，就是记者有采访，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整个我们这次布展的一个亮点在哪里？亮点我们是提交给主办单位的，这个我们不方便是吗？不方便，因为我们对外公司有这个采访规定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采访的。哦，好。但我觉得他这个状态很难，就是撬动别人那个。对，亲和力，就刚才说的，你第一时间跟人说话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就不要试探，你不确定的试探别人，人家就说不行。但是你很确定、很笃定，就这样的，人家就会松动。您好，我是那个看看新闻的，下午会在这个展台有一个直播。这2款主要是工业场景的，主要是用在工厂、物流，所以它其实属于制造类的。对，高端制造。高端制造，哦，太好了。你看，雨佳这样，他就是说话掷地有声，就是你的那个交流欲强不强？如果不强，别人就直接拒绝了。是，而且那个气场、包容度也，这真是一个玄学啊！这个，因为有的时候你强势的时候，有些人他莫名其妙就被你带动了。我现在在这边，你在哪儿？哎，王玉，来吧，我跟他们的经济对接好了。好的。我们先模拟采访吧。可以。然后，那今天我就来到了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是 H2展区，这个展区主要展现的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不同行业，在我们不同行业的一些领域的一些应用。那今天我有一个搭档，他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是吧？你说我同事。好，我同事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要回答他的3个问题。说实话，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但是我做了提前的准备。不是，别说3个问题，然后回答一些问题。你让我先说吗？瑜伽崩溃了。但是，对付这样性格的人，这个好用的，好用，不内耗。对，对，我及时就反馈给你，我不喜欢你打断我。你让我先说吗？然后对，回答问题。然后呢，所以我也是有备而来。然后呢，那最后我就穿上，我就会说，那我身上这个到底是干嘛的呢？然后请这位老师来给我讲讲。然后我就会跟他有互动。然后互动完了之后，我们就往下一个点位走吧。走。我总觉得玉哥就像心里面在一直想着
玉哥脑海中也过了100句话了，但是玉哥有点紧绷哈。科技加之于人生，就是那一瞬间的事情，它可能并不是一个长效的，说是让你在慢慢的长河中去体验，而是它可能经过了很多的变化、很多的历练、很多的磨练，最终呈现于我们人本身是很还是太不口语了。就我觉得你尽量口语，但是你的尽量口语，我就是有一个。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怕新闻，因为你本身非常新闻，所以说你用这个来破掉它，你就开始玩，你就嗨一点。玉哥有很多评论类的内容，但有点。玉哥是主持界的丁太升，玉哥，你要不要把你的内容也过一过？玉哥，他老盯着别人干啥？对。我说实话，我现在突然觉得，前面的内容咱俩一起来。不要改了，不要改了，不要再改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不是，不要再改了，不要再改了。就我觉得你把它做强，不要改了。就我觉得我怎么做你都会觉得有问题。